原告、被告，你们的情况呢？法庭已经了解了。现在法庭再次主持协调，请问双方是否有协调意愿？我要是愿意协调，我就不上这儿来了啊！征地是为了全村的经济发展，他们就应该舍小家为大家。凭啥呀？你说舍小家就舍小家，那是我家，你咋不舍你家呢？沈班长，我们曾经经历了要求个体为了集体利益无条件牺牲个人利益的时代，现在社会在发展，我们的党和政府都越来越注意保障个人权利，所以在2002年通过，并在2003年实施了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，这是为了维护土地承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所以呢，被告的说法，原告无法接受。你们不接受，我们有什么办法呀？啊，收地这事儿啊，是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啊，他们协议都签了，钱都给了，还给了不止一次。哎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这搞来搞去搞到这儿来了，是不是？你早知道今天，那当时早干嘛了？会长没答应啊？我们后来已经改了呀，并且已经告诉你们了，就是因为老蔡那6万块钱的事儿，而且他们还把我们土地给损坏了，这钱你们得赔。你们要是不赔，这地我们就不出让了，我们就该种菜种菜。你们爱上哪儿盖房子去，上哪儿盖房子去。哎，你们强征地，你们还有理了？法官，你早就该敲他啊！你听见了吗？他自己说的是后来又改了，是因为那6万块钱的事儿，对吧？一次次的要钱，一次次的要钱，没完没了的，这叫欲壑难填，知道吗？欲壑难填，我他妈越说越生气。哎，就他们老王家在万家庄，万家人对他们家怎么样，大家心里都清楚吧？怎么着这百米干饭还养出狼来了？就对这种没有契约精神的人，咱们还跟他们闲扯什么呀？你看，法官，我非常非常的理解你，大家都挺忙的啊，你就该怎么判怎么判，想怎么判怎么判，判。我们有理，反正该怎么判怎么判。刑法，法官没问你，你不要说话。哦。我方提醒法庭注意，被告既不提出证据，也不郑重辩论，还言出不逊，这表现了被告方这货是哪儿来的？对法庭的蔑视以及对法官的不尊重。被告方的这种态度，应该在裁决中予以考虑。法官同志，村里为建厂征王家的地也是迫不得已，原因给大家解释过了，而且也做了相应的补偿。关于他们说的6万块钱的事，理由并不充分，我方并不认同。其次，他们提到的施工毁掉大棚的事儿，因为集团一再口头告知他们尽快清除地上物，他们拒不执行。我方认为责任也在原告方。希望王家以全体村民的利益为主，支持村里的工作。如果王家执意坚持自己的主张，那就只能请法庭判了。听见了啊！这叫律师啊，说话有理有据的。那人说话都不张嘴，还当律师的，太逗了。法官赶紧判。判就判，我们有理，我们怕谁啊？地进来呀！快！咱家的地没了！怎么了？进来快！咱家的地没了！你快去看地了！你是干什么的呀？地没了！这是我爸妈。那个法官，怎么了啊？法官大人，你得给我！怎么了嘛？这到底怎么了？法警，先带出去，这怎么没了？先带出去。快去吧。法官，这原告都走了，咱还聊吗？休庭吧。爸，你赶快去看看。不是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地没了，地让他们给毁了。怎么毁了呀？推土机、铲土机都到了，都给铲了。但我种的菜呢？还你的菜呢？地都没了，哪有你的菜呀？挖了这么大一坑啊，都开始打地基了，快去看看吧。那法庭还没判呢，他凭啥铲咱家地呀？我去找他们去。幸福，现在休庭了，再这么闹下去，对咱们一点好处都没有。这样，你们先回家，相信我，我来处理。关律师，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
星月，走，我们去现场看看。哦，先回去啊。嗯。老李，下班了还不撤啊？好，好，好，马上走。我先走了啊。好嘞。来。哎呦，你怎么来了？想你了，过来看看你啊。我可不缺别人惦记。坐坐坐。你看看你，你想我准备好事儿啊？公安警惕性又来了啊，没劲。准是为万家庄那个案子来的吧？一猜就中，找对人了。怎么了？我听说庭上挺热闹啊。你少在这说风凉话啊！哎呀，这没办法，农村就是这样。这公检法本来就得事无巨细，只要能把事儿解决了就行了。哎，我这回找你来啊，我是希望你能帮忙在中间做做工作。你看这个万家庄，本来就是你的辖区，那万善堂也是你这么多年的老交情了，这事儿你去核实。这回啊，估计你失算了。那工作呀，我都去做了，可不管用啊。要不这事儿能闹到你那儿吗？就为了这，善堂跟我好大的不愉快。这多少天了也不招呼我。要我说呢，公事公办吧，这该咋办咋办，这大家都省心了啊。你当我不想啊？这案子看起来简单，真闹到这一步了，真不好办了。最好是双方能达成和解。爱怎么着怎么着吧，不干我事了啊！我该下班了啊！这是走了，下班了，说走就走啊？那下班了不走啊？那吃个饭行吗？我请你吃个饭。不吃，不吃饭，不吃饭，不吃饭。今天必须得吃，必须我请你，你必须。哎呀，不吃饭。您的菜齐了。谢谢。说好了，咱俩今天 AA 制啊。干嘛呀？请你吃个饭有不犯纪律啊？不，AA 啊，省得我吃你嘴短。这案子其实本身并不复杂，按道理来说呢，双方都有理。现在关键的问题是，他把人家地给人家推了，菜也给人家毁了，而且动工之前也没通知人家，结果现在搞得王家不接受条件了。要说硬按法律来判吧，也不是不能判，但是很有可能双方对结果都不满意，还因此两家结了仇了。你说这也不是咱工作的目的，对吧？叔叔阿姨啊，你们放心，村里越是这样呢，我们胜诉的可能性就越大。可是我们那个大棚都给推了呀，那全都是我们的东西啊。地不说了，那全都是钱啊，我以后得花钱买这些东西。刚才我跟幸运呢已经拍照取证了，谁犯的错误就一定要付出代价，我们会争取帮您把所有的损失都要回来。真的。谢谢你。要真是那样的话，那我们就请对人了，是吧？关律师，我还是不太明白，我们已经上了法庭了，这正商量着呢，他们干嘛还要这么做？我估计呢，只有一个原因，他们想要造成既定事实，因为双方呢已经产生了争执，我们在立案诉讼的请求当中，按照你的意思呢，加入了判令被告必须马上停止收回原告承包土地、承包经营权的行为。那一般来说呢，土地诉讼官司啊，耗时会比较长，可能他们的工地在施工的时候呢，又受到了干扰。那即使是这样，他们这也是一种违法行为，一定要付出代价。那我们这个官司能打赢？现在呢，只能说我们更有希望了。明天一早，我去跟主审法官好好的聊一下。谢谢。
东阳好。好。上次推地的事儿不是停下来了吗？谁让你又派施工队进去的？这么干影响有多坏，你知道吗？这人家就得说我们集团仗势欺人，强拆。这事儿你还真怪不着我，你是想把什么事都码圆了，让人都说你好，好书记、好领导、好董事长、好爹，可你这些搁一块儿，他就实现不了。咱们现在项目推进的多快啊！这事儿一旦闹上了法庭，麻烦事儿多，周期又长。法庭要再万一给咱们一点不利的判决，那这块地咱就收不回来了。那咱上哪儿再找一块地去建那么个污水厂啊？啊？那你说，你真到那个时候，集团损失就更大了。小梁，啊，这事你也知道？我不知道。那你行了，你别你的了。我跟你说啊，爸，这叫既定事实。万家集团这么做就是想要造成既定事实，他们这是无视法律的尊严。找你们二位过来呢，其实就是想着商量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做一做王家的工作，说服原告让步。凭什么呀？被告违法让原告让步，法官同志，你还敢自称是法律人吗？我当然敢啊！我为什么不敢啊？而且我问心无愧啊！关涛，咱们都是法律人，而且我们更是生活在中国农村的法律人，我们肩负的是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的责任。你先别着急，啊，我跟你说说我的看法。现在，土地承包纠纷的案件越来越多，对于这个案子，我们也是格外的重视，也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。但是现在确实有一个实际情况摆在我们面前，法院没法判。你说要拆除他们已经在建的这个污水厂啊，别看就是那么一块小小的菜地，那直接影响到的是市里的重点项目保健品厂、万家集团的转型。往大了一点说，这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市里乃至省里的经济建设。但是被告也太有恃无恐了吧？那法律的尊严不用维护了？这当然要维护，但是现在关键的问题是，你甭管他们是不是已经开工了，保健品厂、污水厂，是不是必须要建？这是关乎到万家庄全体村民的大事，这事咱也得考虑。这样一来呢，法院起码不会判让那块土地恢复原样了，因为那样的成本跟代价就更大了，是不是？再者说，咱手里好歹有一份征地协议，这么干不算一点道理都没有啊！你现在不就是那大棚跟地里的东西吗？赔就是了，那玩意儿值几个钱啊？是钱的事吗？这是你给他出的主意啊？我这也是为集团的利益着想啊。为集团利益着想，也不能不顾影响，胆大妄为。你说胡律师，你岁数也不小了，你怎么就给川家出这种馊主意？你看你这话说的我自己跟没脑子似的。对付这种得寸进尺的人，就不能给他们好脸。我一开始听你的了，我跟他们好好说了，结果呢，把咱给告了。那怎么着？要一次钱给一次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。咱们集团以后再需要村里配合干点什么事，谁配合你啊？都来这一套，就得给他点厉害瞧瞧。行，都出去。那这个事儿，我再想想。行。吴法官，你的意思是什么？那你接着说。关涛，你也是法律人，你也应该明白，有的时候吧，妥协也是一门法律的艺术。的确，就这个案子，从法律条文上来讲，是非非常鲜明，很容易。但是你法律条文，你也不能脱离中国农村的现状吧？
那吴法官，你想表达的是什么呢？地方经济的建设，我们不能阻止，但是人民的权益，我们也必须要维护。我是想着，能不能就目前的情况，我们从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，来进行协商，最好是能达成一致。好，协商我没意见。但是开庭第一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你总要论个是非曲直吧？法律不能助长这种恃强凌弱的行为吧？是非曲直固然很重要，但是解决问题才是咱们要做的，你说呢？袁磊，哟，我兄弟来了！来，敲什么门呐？哎，想坐哪儿？行，坐吧。看看，2天见不着我就想我了吧？我还真不是想你，我是来求你的。行，拉倒吧，咱俩啊用不着说这个字儿啊。要是你个人的事情，咱们都好办；其他的事情，您免开尊口。老李呀，我还不知道你，不就是为了昨天把王有德家地推了的事儿来的吧？山堂，你说王家过去在村里挨欺负，一直是你护着他们，这回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你说你收了人家的地，踢了人家的人，还不给人家赔偿，现在没等判，就把人家地给推了，你这是往死路上逼人家呀！谁让他们招呼也不打就找律师告集体？我要不压他们的念头，那别人跟着起哄，我怎么办？他们家有特殊情况，谁的情况不特殊？不是，那你也应该好好跟人家说呀！你强推人家的地干嘛呀？对，这件事情啊，传家他们做的确实是不对。刚才我也把他们都给骂了，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传家兴起，这是为了集体利益，集体发展好了，整个万家庄都受益，包括他老王家啊！我这给他点教训也没什么。那现在咋办？你就不打算管了？那倒不至于，那我还真成了土匪了。是这样，他们家的损失，集团负责赔偿，同时，他们与经销商的6万块钱我也认了，然后我再想办法从集体的土地上找一块地补偿他。但是有个前提，他们不能再阻碍施工。你看，我就跟他们说了。这个万董事长呢，人霸道点儿，但是他是个讲理的人，他不会胡来的。你看，这吴法官呢，还担心没法跟你沟通，我觉得他多虑了。他一点都不多虑，他来了我都不见他，我有律师。这也就是你来了啊，我不能拿我兄弟的事不当回事吧？那这么着，他们能满意吗？那你都这么爽快了，他们肯定没问题啊。那我有问题。这件事情啊，是双方商量协商解决，对吧？公平协商，我可不能当被告。人家告的是集团，不是你个人。一样，咱这个项目是集团发展的重要项目，也是市县的明星项目，不能一开头就背上这样的名声。他们先撤诉，我再安排。行，就这么定啊！哎，等会儿。上回生气了，没拿这茶叶，我给你拿上。哎呀，算了，别，哎，我这搁哪儿去了？那行，回头再给你吧。来，我送送你。等会儿，一会儿再聊聊。我觉得单堂说的是可信的。一开始咱们不就是为点钱吗？现在问题解决了，也就没事了，对吧？李叔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那是因为我们要告他们，所以他们才好好来谈的。那之前他们推三阻四的，要不是为这，庆来也不至于受伤，我公公也不至于吐血。反正现在也已经开庭了，那不如就拿到法庭上，当着法官的面一块儿说。那咱们这私底下说悄悄话，那回头我们撤诉了，
他们不认了，咋办？我们跟吴法官谈着呢，怎么突然叫我们回来了？李公安也是吴法官请来的。坐。坐。李警官，这个案子呢已经进入了诉讼程序了，都已经开庭了，您就不需要再来劝幸福他们了。年轻人啊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法律啊，绝对是个好东西，可是，在咱们农村呢，可不是用法律这把尺子量一量就能量出长短来的。如果您不是一个警察，您说这样的话我能理解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您也是搞法律的，在明知道我的当事人已经委托了律师的情况下，您再私下来找他们，这不合适。方律师啊，咱们俩没关系，我只和有德一家有关系。啊，那这样，有德大哥，单堂的意思，我也跟你说了，啊，这律师也在这儿，你自己是怎么想的？你怎么选？你当着他的面你说，啊，你自己说。爸，咱们家可下了多大决心才走到这一步的？你可想好了？关律师，要不这么着吧，这事儿啊，你就不用管了。关律师，那要是我们撤诉的话，那之前村里做的那些事儿，那还有个对错的评判吗？要是撤诉了，那就是私下和解，那就没有对错了。幸福，既然这个万书记都答应了，该赔的都赔，我们也没啥损失了。那我们还告啥呀？就这样吧。你看咱农村人过日子，前想几步后想几步，法官也同意了，万书记也同意了。你看人家李公安，跑来跑去，他太累着你了，就按李公安的来吧。不是，妈，咱们要是真撤诉了，那村里不会认为他有错，那反而没准就更觉得咱们真是拿地讹他们了，这事儿不对呀。错了不是在嘴上，书记已经答应了，要给咱们赔偿，这就说明咱们是对的，村里是错的。是，咱们一开始确实是想要个赔偿，但咱们也想要争一口气，得有个对错吧？那这事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了了？关律师，你觉得呢？我是律师，我希望我的委托人满意。如果你们都决定要撤诉，我们还要再帮你们做一个和解协议。就这样吧，那个，就这样，皆大欢喜。哎，关律师，这事儿我真觉得对不住了。没事儿，挺正常的。只不过是通过诉讼解决的话，也许能够为你们争取更多利益。关律师啊，这村里的事儿啊，和你们城里也真是不一样。这小门小户的过日子，不吃亏就得了，占便宜不是啥好事。这怎么能叫占便宜呢？这是通过法律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。您干了这么多年公安了，怎么能这么看待这个问题呢？嗨，法无外乎情嘛，这乡里乡亲的，还是有情有义，要更好相处一些啊，是吧？
行了，你们聊吧，我走了。既然双方做了充分的沟通，并达成了解决方案，法庭呢也同意这样的方式。今天，我们就协议做最后的确认。我们这边别的没什么问题，就是那个鸟飞建的地能不能给我们换一换？换不了，县城的耕地都有主，就那块地。可是那根本不是啥地啊，那就是一个石头窝，而且在那个深山里面，离村里有10来里路呢。哎呦，王庆来啊，王庆来啊！有些时候我真怀疑你是不是就是那种扮猪吃老虎的人啊？本来就没有地的事儿，你们也没提，是我爸看你们可怜啊，才临时划了这块地给你们，别不知足。可是你划这个地，它啥都种不了啊，而且它是划，它是承包的，我们还得付钱呢，这没有用，我啥都种不了，我拿来干什么呢？你爱干什么干什么，你能种什么种什么，关我屁事！你要不要？你就说你要不要？要。双方注意说话态度啊！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：被告万家集团支付原告王有德家菜地大棚损失13万元，及蔬菜经销商产生的违约金补偿6万元，并且万家集团本着对本村村民生病期间的关爱，给予的2次住院报销3720元，共计19万3720元，外加鸟飞建土地共计15亩地的承包期30年，请双方确认有无异议，最后由法庭确认。哎，大哥来了！陈大哥，完事了吧？走啊，唱歌去啊，放松放松。走。咱俩说，这事儿啊，总算是有个结果。今天啊，跟我们一块儿去，好好的唱个歌，喝点酒，放松放松。我给你好好安排，好不好？对，安排啥呀？我跟你说，你也早点回去。你爸要听说你去 KTV，又该不高兴。管他呢啊！你说他就非得巴不得别人都跟他一样，一辈子苦哈哈的，那挣钱干嘛呀？走吧啊！我不去了，村委会还有事儿呢。你们也早点回去啊。慢点啊，唐说。走啊，唱歌去。走啊。那我们就直接回去吧。走。新月妹妹，我们准备去唱歌、喝酒，一起啊。哎，我这话都没说完呢，多没礼貌啊！啊，大家都这么熟了，都是老朋友了，走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啊！谁跟你老朋友？滚开！哎，没听见吗？别人让你让开。哎，你是干嘛？别碰我啊！我警告你们啊，这是法院，到处都是探头。今天你们所有的行为很有可能成为将来我们在法庭上告你们的证据。听见了吗？人家是律师啊，注意点素质，别动手动脚的。不能碰，是吧？是不能碰。别碰我！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他们闹着玩呢。我呢，之前喝高了，对你呢有冒犯。今天咱们一起唱唱歌，跳跳舞，喝喝酒。我不想跟你喝酒，不想跟你唱歌，不想跟你跳舞。那你想跟我干什么？你干嘛？你法院门口耍流氓啊你！离我妹妹远点啊！你敢动我妹妹，你试试！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？你瞪那么大个眼睛，你看见了吗？就瞎说，谁耍流氓了？关你诽谤！就是恶人先告状。哎，别！我就是说，你俩结婚那天，我对他有些许的冒犯。我今天想请他喝个酒，唱个歌，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？有没有空一起啊？不，谁要跟你喝酒啊？你要不要脸啊你？行了，没空就说没空嘛，那改天再约啊。你穿这样我就不叫你了啊。回头约啊。走了。走。臭流氓！没事，姐，你跟妈说一声，我就不回去了。我们直接回城里。走吧，师兄。关律师，我妹妹她这边就拜托你了。行，那我们先走吧。
开车慢点啊。师兄，能把车停一下吗？怎么了？我不想说。万家集团的那个总经理，是不是跟你有什么过节啊？我姐出嫁那天，我给她当伴娘，万川家那个混蛋带着几个臭男人，把我的衣服撕烂了，还到处乱摸。后来呢？后来，我想杀了他们，因为他们把我这一辈子都毁了。星月，他们这是在犯罪啊！不是的，师兄，在农村，他们觉得这就只是闹婚而已，他们觉得这顶多就是闹婚闹得过头了一点。这不是农不农村的问题。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法律人，你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，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。我告了他们又能怎么样？我告了他们，可是他们不会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。你肯定想象不到，连我自己的亲妈都跟我说这只是个玩笑，说农村人结婚不玩不笑不热闹，他们在图个热闹啊！我能做什么呢？不是星月，别人可以这么想，但是你不能这么想啊！你学的是法律专业，你应该很清楚，这不是在闹着玩，这是在强制猥亵妇女，而且具有聚众和公开的加重情节，起刑点是在5年以上，这是要判实刑的。可是如果我把这件事情说出去，我告了他们，可是到最后受伤的是我自己呀！所有人都知道了，那我要怎么面对别人？我怎么做人呢？就为这个事儿，我当时的男朋友都跟我分手了。可这完全不是你的错啊！你怎么没法做人了呢？星月，未来你是要当律师的。如果你连你自己的权益都保护不了，那你还怎么去保护当事人的权益？逃避解决不了问题，像这样的事情如果不解决，以后你回家再遇到那个人，很有可能还会发生像今天这样的事儿。你打算怎么办？一辈子不回家，一辈子躲着他？可是你能躲过你自己心里那道坎儿吗？晴月，学学你姐，你不要怕。师兄，你知道了这件事儿，你会不会瞧不起我呀？不会，我怎么会瞧不起你呢？晴月，你要勇敢一点。
告他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什么？我们要报案，万传家涉嫌强制猥亵妇女。哎，星月，关律师，坐下说，坐下说。哎呀，这上个案子刚刚结束，新案子就来了，还闲不住啊。星月啊，关律师是城里人，他可能不懂。你是咱农村出去的，你应该懂啊。那闹婚不是咱这儿风俗吗？这你姐的婆家是村里的小姓，如果要是没人去闹婚，那她婚礼能这么热闹吗？那都是看了你姐婆家的面子，大家去给她的婚礼助兴啊。一群男人把一个女孩衣服撕了，还在女孩身上乱摸，你说这是助兴，那不是犯罪？哎呦，那是过火了，那太过分了。哎呀，这农村呐，农村不能不讲法吧？啊，对，你说的对，哎呀，这个，可是我的意思呢是说，农村确实有很多陋习，在这些陋习没有彻底根除之前，那要都是按照犯罪来处理，那要抓的人可太多了。关律师，我跟你的想法一样，就闹婚这个事儿，我也看不惯。但是没办法啊，谁家结婚都盼着人来闹，那没人闹，那说明你在这村里没人缘，那往后的日子都没法过呀。真的，你说实话，就比他这闹得过火的还有呢。那就更应该严厉打击啊！不能因为说是普遍现象，就把犯罪当成了风俗，这什么道理啊？这是。那不能，那你们有证据吗？李警官，查清事实，寻找犯罪证据，这不是被害人的事儿吧？对，你说的对。你坐，关律师，你坐。那咱们先做个笔录啊，姓名？何幸运。麻烦你了。好，放心吧，关律师啊，放心吧。谢谢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这事儿总算了了，幸福，你以后在家待着，哪儿都不许去。你这肚子越来越沉了，可得千万小心着点儿。你看看，这钱也补到手了，回头你给孩子做点好吃的，补补身子嘛，是吧？哎，我或者弄点鱼汤，是吧？爸妈，虽然钱赔给咱了，这事儿也了了，可我总觉得有一种道理没说清楚的感觉。这要是依我，谁要跟他们和解啊？非告到底不可，那必须得把道理给我清清楚楚讲明白，这打官司告赢了才痛快。哎呀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把钱拿到手里边，这才是最实在的。你非让人家给你低头认个错，有用吗？还真不如拿一袋大米回来吃呢，是不是？哎，你都记住了啊，以后到村子里边，别跟人争长论短的，时间长了都吃亏的。这多窝囊呀！人不得分个是非曲直吗？这事儿是了了，您是没看见那万传家在法院门口那兴高采烈的样子，好像多占理似的。不然他也不敢再碰我妹。这咋回事啊？这传家咋了？又打死你们，又闹起来了？妈，签完合同，
船家非要拉着那个幸运去喝酒唱歌，让那个幸福给赶走了。我寻思着，他就是给咱娘家妹子赔个不是。妈，有这么赔不是的吗？他那是耍流氓，一脸的坏相。这事儿对人家根本就没有影响，要不然他也不会在法院门口就那么嚣张，那么无法无天的。行了，他们什么样咱管不着，咱的日子过好了就行了。进来，这2天也没啥事，咱俩把那个农具也得好好收拾收拾了，啊。是。